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歼20未来将会装配的涡扇15俄煤发动机存在着一些问题。当涡扇15发动机内的温度超过1350摄氏度时，会使发动机失去25%的推力。这种推力急剧下降的情况，对于一款高机动性的战斗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如果在飞行中的话，飞行员可能会失去对战斗机的控制。随后，俄罗斯媒体话锋一转，表示因为涡扇15存在这一缺陷，因此中国正在认真考虑苏57的新发动机产品30。产品30发动机中的气体工作温度达到1800摄氏度，推力达到18吨，可以满足歼20的需求。听到这则消息，恐怕很多人都会纳闷，俄罗斯媒体是从哪儿得知的消息？而在去年5月份，央视工匠之家节目就指出，我国的发动机已经从太行系统跨越到第5代俄煤发动机，这几乎已经明示，如今涡扇15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十分顺利了。怎么可能研制了多年的发动机说放弃就放弃？要分析俄罗斯人的话，我们从几件事中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真实意图了。去年开始，我国的运20已经正式装配涡扇20发动机，这意味着此前运20搭载的 D30KP2 发动机将被正式替代。除了 D30KP2 发动机，还有一个很相似的就是俄罗斯 AL31 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原先是歼10、歼15等战机的配置，后来我国在研发出歼20后， AL31 发动机也成为歼20的发动机。不过，如今涡扇10太行发动机已经开始大量装配我国的3代机，并且去年官方已经证实搭载涡扇10C的歼20正式入列，这意味着我们对 AL31 发动机的需求也将大幅度消减。当 D30KP2 与 AL31 发动机相继在中国市场难以为继的时候，俄罗斯人不得不考虑新产品来维护中国市场。当俄罗斯推出第5代战机苏57后，就打算将其推向国际市场。而中国在买完苏57后，很长时间没有考虑购买俄罗斯战机了。俄罗斯人明白中国有歼20，苏57对他们需求不大，那么就只能另辟蹊径来劝说中国买苏57了。拿涡扇15来说事儿，就相当于说中国应该买苏57，因为苏57的产品30发动机正是中国所需要的。不过，且不说涡扇15的进度，单从俄罗斯的产品30发动机来说，其性能也没得到充分验证。不久前，俄空军正式接收到第1架苏57战机，但这已经比计划晚了1年了。去年12月，第1架量产型苏57在测试时坠毁，而这架苏57搭载的正是产品30发动机。产品30发动机初次实际测试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因此俄罗斯人还是先担心自家发动机吧。根据环球网在2月5日的消息显示，美国海军田纳西号战略导弹核潜艇被曝光爆发疫情。在前一天，该潜艇上的1名水兵已经被证实死于新冠病毒，而潜艇里的其他人员是否被感染，美国官方并未透露。不过，按照新冠病毒在闭合空间内的传播力度和潜艇内人员所处环境进行对比，恐怕一出事儿就是一船人了。很难相信，作为高保密级别和严格管理条例中顶级存在的核潜艇，都无法在这场美国泛滥的病毒中幸免。如果排除掉某些实在丢人的意外案例，比如英国那个，只能证明美国目前的这场疫情已经渗透到了美军内部的方方面面，只是美国官方一直在捂盖子，才没有对外放出消息。值得注意的是，有比较细心的观察人士注意到，此次出事的田纳西号战略导弹核潜艇位于美国乔治亚州的国王湾海军基地。而巧合的是，在去年10月份，英国一艘前卫级战略导弹核潜艇曾经到过该港口，而上文中提到的核潜艇感染丢人案例，就是这帮英国人在国王湾海军基地干出来的。当时到访的英国潜艇水兵们成群结队前往了几十公里外的一个不可描述的酒吧里寻欢作乐，一夜风流。没想到，等这艘潜艇返回英国，才发现舰上36人全部中招。很微妙的是，这件丑闻还不是英国人自己发现的，而是美国人爆出来的。这在当时被不少人调侃，是美国想要看英国佬的笑话才这么干的。不过从如今发生的这件事来看，去年10月份的事情可能并非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很大概率美军自己这个国王湾海军基地就有问题。
也许英国人自己都没有弄明白，前卫级核潜艇上的全体人员被感染新冠，可能不是出自寻欢作乐，而是来自于在美军基地内的活动。这批英国人在茫然无措之间，就已经被美国佬当作是转移注意力的靶子了。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海军已经算是彻底被疫情沦陷了。根据五角大楼在2月3日给出的数据来看，美国军队中一共出现了14.3万名新冠感染病例，其中海军有3万人，海军陆战队有1.8万人。而按照美国一贯喜欢篡改数据的毛病，这5万人很大概率仅仅是个经过修改的数据。在最近，美国媒体福布斯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不建造巡洋舰》的文章。该文章中着重对比了我国海上力量的高速发展，以及美军自1992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一艘可以肩负起舰队防空主力和火力输出的巡洋舰。更重要的是，过去30年时间里，美国人多次建造新型巡洋舰的尝试被一堆防务公司提交出来的奇怪小东西打断了。文章认为，美军目前唯一现役的巡洋舰只有22艘提康德罗加级，而他们也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下水。30年时间过去了，美军至今没有任何一艘新的巡洋舰下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055型在短短3年时间就下水了8艘。当这些火力强劲、性能更加全面的055型步入大洋时，美军唯一的提康德罗加却面临退役的局面。更重要的是，目前美军拿不出任何替代巡洋舰的方案。按照美军早前的计划，会在2022年前后退役至少11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到2026年后陆续将该型巡洋舰全部退役。到2030年前，美国海军很可能会进入一个真空期，缺少巡洋舰的航母编队会在海上作战时遇到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缺少足够的区域防空能力。换句话说，在5年后，055舰大概率将会成为水面最强火力的战舰。当然，文章中也有过对055型的吐槽，尽管很多标准上看都符合它的巡洋舰的标准，但中国人一直坚持把该舰看作是驱逐舰级别。该作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最大的原因来自于美国对自身和国际局势的判断。美军在中东地区浪费了30年的时间，这30年里，美国始终认为对自己的最大威胁是中东的一群游击队，因此当时提出的新型巡洋舰计划被认为不合适用于对中东战场上的应用。加上一群军事防务商的鼓吹之下，美国每年耗费近100亿的资金用于建造了一堆奇怪的小东西，比如只有3000吨的滨海战斗舰，以及仅80个垂发单位的朱姆沃尔特。更重要的是，即使花费了数百亿的资金，朱姆沃尔特级到底能不能具备实战能力，美国海军自己可能都没什么把握。事实上，此前有五角大楼专家就曾经吐槽，常年在中东地区作战对美军来说负面影响极大。不是像很多人判断的那样，美军在中东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是恰恰相反。通过测试数据显示，美军对战术制定和安排等一系列作战能力出现了明显的下滑。